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军事专家施孝维，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到现在全世界当中最忙着外交的国家，你觉得是谁呢？应该就是中国大陆了嘛。多国的政要是如火如荼的来到中国拜访。我们来看到呢，外交事务有多忙啊！辽国、英国、巴西轮番的来访中。从6月初始呢，中国正如火如荼的迎接多国访宾。辽国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他抵达了杭州，展开了国事访问啊。再来呢，英国的外交大臣库珀，那他也是正在应邀访中。另外呢，来看到巴西的外长也将于2日结束访中。这显示了什么呢？显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多国正在重新定锚跟中国的关系。好，那这3位其中我们要特别点名谁呢？巴西很特别因为呢，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的时候表示说中巴应该要怎么样去共同去抵制外部的挑战。那这个外部挑战指的是谁呢？我们来看到了，在美中竞争之下，然后还有关税壁垒，还有供应链重组之下，中国持续透过巴西等全球南方大国建立替代性经贸跟外交支点所以他们要抵御的外部挑战就是这么多的问题啦但他说要强化全球南方经贸外交之后呢，我们来看到了，董军呢，他也突然间去访问南非了来看到董军他在5月中旬的川习会之后，神隐了半个月，而且还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结果呢，中国的国防部2日就宣布了，说董军他应邀访问南非，而且他期间呢，还跟南非的国防退伍军人部部长来举行会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我宁愿去跟南非谈我也不想跟你美国防长来见面所以我宁愿去缺席香格里拉会议吗？好，但是我们来看到不过这个美中方面也不是说毫无对话没有交流其实他们在5月28到29号的时候呢，是有在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的。那么在这一场会议之中呢，双方也是大拜拜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应该要避免这个解读误判。好，但是呢，虽然说这个两方有了对话，但美国的小弟可能还是一直在惹事吗？尤其是日本跟菲律宾现在对中国的这些行动也是不少，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辽宁舰呢就去现身哪里？现身菲律宾以东了，而且还3天起降了170架次那日本就示警了，说这个第一岛链我们压力升高了但这也不是一个孤立演训，因为中国近期是因应了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安全合作升温，扩大西太平洋上面的海上行动，所以呢，辽宁舰就进入了菲律宾东海海域，代表中国正在测试第一岛链外侧的兵力投射能力。好，而且呢，日本的这个军事迷杂志也说中国大陆很强歼20有210架。结果呢，马上就被中媒打脸了我们来看到这个航空迷杂志他是说日本周边的各国战斗机中国的歼20增加很多，有210架马上就被这个中国打脸说，日本人就是想把歼7数字搞得多多的，把歼20数字搞得少少的，主打一个自欺欺人。他说事实上呢，第300架歼20早在2年前的航空展上就已经亮相了。所以这个数字完全不对。好，那日本也在搞这个数字精神胜利法。那菲律宾呢？我们来看到菲律宾疑似被美军教唆在这个巴丹群岛附近的海域来进行一个海上的实弹演练，而且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搭载弹药对目标舰来实施一个贴近式的破坏。好，那中国的军事评论员就说这个是美国试图要把乌俄冲突当中黑海区域的无人艇的袭击战术复制到南海去。那告诉菲律宾在现有的装备条件下，反登陆作战该如何打？但是怎么样，它还是没有办法承受远距离精准火力的饱和攻击，而且中国有完善的航母编队，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样偷袭的机会了
另外我们来看到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大使也说，驻菲律宾的大使也说了，说中国人不是很好欺负的。来听一下他怎么说。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非关系，想要针对中国公民，想要来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要坚决的、大声的对他们说不。我们要让这些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我们要让他知道，欺负了中国人就是要有严重的后果和结果。好，欺负中国人，中国绝对跟你打到底。不过我们回来看到啊，现在多国呢都要去访中，就日本跟菲律宾的态度比较不一样而已嘛。请教赖教授。我觉得这上半年是中国大陆在外交上非常忙碌的这半年啊。我们看到，世界5大常任理事国中，其余4大的常任理事国，他们的国家元首都到了中国来访问。欧洲的大国啊。不管是英国、德国等包括西班牙等这些国家的元首或是政府的首脑，都陆陆续续的到中国大陆来访问。这半年确实中国大陆的外交异常的忙碌啊，会这么的忙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世界各国它现在在应对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争，中东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很明显的看起来还没有告一段落，所以。海峡还是被封，油价继续在高涨，经济的状况在这上半年尤其在第一季结束之后，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甚至4月份的统计资料也出来了，出来的结果都非常的不理想，美国也不理想，欧洲的情况更糟有的国家还是零成长，甚至有负成长的。目前来讲，就中国大陆的成长是比较好的。还是维持5%的成长率这个是 IMF 他们所认证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还有大陆的这个进出口还是双增长，出口也增长，进口也增长，双方都在增长的情形下，经济成长率还达到5%，那也就是大陆的“15+5”计划开展以来，我们看到这前第一季已经达标了那各重要的这些我们讲的 GDP 的大省，他们都达到他们的预定的目标，这代表大陆的经济还是很旺盛。那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很旺盛，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可是它的经济从原本预估的2.7%降到1点多，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影响。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关税战，目前来讲还没有停，所以他们跟美国的贸易都在下降那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出口怎么办？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目前络绎不绝的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一方面有在强化要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那我们也留意到美国本身的影响力也一直在衰败，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然后大陆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已经出现了。过去大陆在中东它没有办法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大陆现在在中东，它扮演的角色已经是不容忽略了，甚至美国都多次的请中国大陆说，可不可以来帮忙调和有关于这个伊朗的问题。那大陆的态度很明显，连巴基斯坦的总理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都说，是不是大陆下来帮忙？那大陆的态度很明白，也就是你伊朗表现很好，做得很好，继续推下去。那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手直接处理这个中东的问题，欧洲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欧盟也好，美国也好，也多次的请中国大陆是不是来介入调停有关于俄乌之间的问题。那中国大陆还是由美国、欧洲他们来去处理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那现在这个金砖国家的大国因为金砖会议马上要召开了，金砖国家里面，你看这次巴西来了，然后中国大陆也到这个南非去，这些都是金砖国家的主要的成员国，所以我觉得在大陆这个部分里面，它的外交还是按照它的节奏走。“15+5”计划对大陆来讲是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14+5”计划是完全成功的那现在是“15+5”计划“15+5”计划的重要性是，它要在完全科技上要摆脱美国、欧洲对于它的干扰，也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他们打出来的技术联盟。特别是半导体的联盟，要让中国的发展中受到这样的一个障碍发展面临困难。但是很明显的，大陆在这部分要突破，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大陆在这个部分它的走的步调非常的稳健。另外，董军他
不出席这个香格里拉会议，是因为很明显的已经连续2年了，这代表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在战略上要把香格里拉的会议要做小了。也就是说，大陆现在是西太平洋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东太平洋最强大的国家。太平洋的2大强国中，由一个英国所办的智库的会议，中国大陆没有理由把它抬高。所以我个人的推断啊，以后可能是国防大学的这些教授去出席这个会。慢慢的很有可能会成为常态性的会。中国大陆主办的会就是香山会议，香山的论坛，大陆很有可能要把香山论坛踩高。那目前来把它拉高。目前来讲，美国是想办法要把香山论坛做低，所以您看美国派的阶层都很低。那现在中国大陆也反向的在操作，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格里拉会议背后的金主就是美国嘛，那英国办这个会其实就是仇中反中批中的一个大会嘛。所以中国就干脆不参加了。不过我们看到这个辽宁舰呢，它现身菲律宾以东，要传递什么讯息？要抗议什么呢？请教孝瑋哥。好当然了，大陆它其实以航空母舰的演训来讲，它现在有了这个完整的这个航空母舰作战能力，自然你不能把这样的重要装备摆在家里面都不出去溜溜嘛所以它在这次出去，当然因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之内有一些国际性的这样的形势的这个情况，譬如说那个菲律宾跟日本他们重新划定在这个菲律宾海的这样一个经济海域。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种种的这个作为呢，让好像辽宁舰出来，感觉好像刚好是要来反制这个日本跟菲律宾2国勾勾搭搭。但其实这个我只能说这算是一个实际上的巧合啦。当然，你航空母舰出现在这个位置，也不能代表说它完全没有政治意义。但是通常一个军队它要那个安排它所有的那个系列演训等等，因为像比如航空母舰，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保养，然后保养完它会定期的依照它的时间去安排它出海作业的这样一个那个时程，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上，它跟日本跟菲律宾之间这个事情撞在一起，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个刚好实际上的一个时机点的这样一个巧合啦。那但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辽宁舰出来它在这一次的这个演训之中其实海上自卫队还是依旧扮演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啦啦队的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海上自卫队对于就是所有进到日本防空识别区里面未经就是通报，其实当然以军舰来讲，我要进到你防空识别区，不进到你的领海，那是我的权益但是我就可以在你的这个防空那个识别区里面走，因为防空识别区它大部分的空域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国际的海空域，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它也没有通报的义务。但是呢，它既然来了，那日本自卫队就会依照原先他们过去的作业准则，就要派一条船在旁边时时刻刻看着你只要你离开这个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它的这个监视就结束。那现在变成说往往我们看不到就是说辽宁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操作参数，反而日本海上自卫队都这个从每天从早上起来到每天晚上结束，帮你记得清清楚楚。他们算了，辽宁舰这段时间在这个菲律宾海的这样一个作业3天起降了170架次左右的这个战机。这个战机这个数量听起来其实好像感觉很多，但是如果平均下来的话，一天大概是56架次左右，一天平均大概出动50余架次。那但是这个数量算低吗？如果说你跟美国的超级航舰来比，或者说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那个福建号来比，可能其实是低的，因为以美国航舰来说，美国航舰曾经在这个做一次测验的时候曾经在1天之内出动到220架次的这个战机。当然那个作业一完，那艘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就休息了好几天，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常态。那但是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它特别是这个滑跳型的这个飞行甲板能够达到1天50几架次的这个任务的话，也算是相当不容易因为毕竟滑跳的这个放飞速度跟回收放飞速度并没有办法跟这个一般弹射的这个航空母舰相比。那当然你也看到美国的这些动作里面还包含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他们在夏威夷开启那个论坛其实中国大陆跟美国常年之间就有这种海上机遇处理方式。那他们这个论坛在这边开的这个重要原因呢，是可能双方就借由这个会议彼此对彼此之间表达这个不满。因为我记得我2018年那时候去看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来大陆的这个天王星号，那次大陆没有被邀请应该说是邀请被川普收回了。大陆的天王星号就在当时卡尔文森号的这个右舷外2000码，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当初双方所议定的。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开这个会议主要就是要来大家来算个账这段时间你没有多少有多少没有依照这个我们海空这个海上机遇作业的这样一个规则做了，那你有多少？双方是等于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进行磋商的事。不过现在中国不想要跟美国玩大国外交，反而是急着拉拢全球南方吗？请教洪庭哥。我觉得在整个川西会之后，那其实
普遍国际上的这个舆论就认为，就是说，那川普在这个地方给了中国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让步，那大家都认为说习近平在这个外交上面是加分，那这符合中方原本他的预期的叙事。习近平会邀川普来参加来访中华的，就来访这个访华啊，就是让他想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让所有的盟友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才是稳定的那一方。那现在在造成变动的反而是川普，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川普在他的第二任里面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在 Stephen Miller 的这整个的谋略里面，我必须讲。不管是关税战也好，不管是他所要的这些目标，他所发动的这些动作，其实如果我们不纯就战略的考量上来看，我们看结果论来说的话，其实 Stephen Miller 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操作，至少我到目前看来，我认为他完成了将近60%到70%，也就是关税战是不是成功的造成了所谓的供应链的转移？有。美债的问题是不是成功的透过了这个不稳定而开始了有了一些转折？有。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为什么中国大陆决定要拉拢所谓全球南方跟其他国家改善这样的一个关系？最重要一点很简单，因为 Stephen Miller 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我要告诉全世界，美国的安全保证不是公共财。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特别是像欧洲这些。我自认为我价值观跟你相近的，你当初拜登的时候不是也讲说你价值观跟我相近吗？怎么现在看起来你好像快有财政的有这个财政的问题的时候，你先用吸星大法把我的钱吸过去，然后说我先去处理一下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先挡一下，然后呢你们该付的钱要付哦。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开始认为就是说，那美国现在对我的这样的一个保证跟态势是完全的改变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当然也需要他也需要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杠杆来操作他的对美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正常的。那倒是就说，我觉得董军去这个没有去参加香格里拉会议，我觉得比较特别。我觉得路透社的一个报道里面可能透露出一些端倪。路透社这里写到，就是说澳洲的防长叫这个 Richard Mills， 他说，你如果只派学者出席你就失去了一个战略再保证的机会，这样子对我们这些周边的国家，美日英法菲律宾马来西亚，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危险。但我觉得他觉得很危险，刚好是解放军自己觉得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如果去，我是不是在跟你们讲什么话的时候都会漏出去？那你以为的战略再保证，可能在我的国内会变成更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刚刚赖老师所提到，就中共在处理这些事务的时候，我只相信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平台，我只相信我自己的主场。那未来如果不是我的主场，我尽量降低跟其他人在部长级就同一层级这样的一个会面，省得会有所谓的部长级的冲突不好收尾，而采取用一个学界恶轨的方式。如果有所谓的这个意见的交换，或者比较冲突跟碰撞式的地方，那我们在学界碰撞，而不是直接在部长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做。那这里面也展现出来，就是看起来未来香格里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它的定调跟它的定位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好，说到了不要官方直接的冲突，我们来看到现在伊朗战争真的是让这个川普压力山大，他直接跟纳坦雅胡冲突了吗？好，我们来看到了，媒体就报道说，川普为了伊朗协议跟这个纳坦雅胡翻脸的内幕说呢，川普很忧心会连累这个美伊谈判破局，所以呢，他直接紧急的打电话给纳坦雅胡，叫他收手，甚至是彪骂粗口，说他擦的疯了，而且还说什么我在救你的命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以色列这个话呢，反过来讲说。全部的人都讨厌川普，好像也说得通了但是呢，这个美以内讧伊朗没有在管，照样去封锁荷姆兹，而且呢，他还公布了他们在荷姆兹巡逻的画面。这个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的革命卫队海军巡逻影片。快艇架着枪一字排开这个行动是昼夜不停的进行，属于例行行动，并对任何违反或者是无视警告的船只就这样子去执行拦截。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美伊谈判呢，好像就是一直这样子卡着，荷姆兹继续这样子守着，所以呢，国际的油价呢又开始涨了，晋阳多少呢？逾5%，而且美债还遭到抛售，就是因为市场现在对美伊谈判的前景是转趋悲观，美债周一一度遭到抛售，进一步推升了通膨压力，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是上升约6个基点，逼近了4.5%。好，大家的抛售美债，那去买什么呢？非常的特别，现在呢，大家在买中国国债耶。中国国债的投资吸引力正在提高吗？因为他们有充裕的能源资源库存，还有通膨低、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作为分散投资的配置对象，中国国债的存在感正在提高，甚至美国信用平等机构穆迪平等4月下旬呢，会将中国的信用平等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的。好，那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在干嘛呢？我们来看到了，川普竟然今天是要下令要去盘点什么？美国在诺克斯堡存放大约473亿盎司的黄金这个价值呢超过了5000亿的美元，但是为什么没事要去盘点啊？这个金库都已经超过70年都没有进行盘点啦。如果一盘点下去，这个结果出现异常，会冲击美元信用，并且引发股市、债市还有加密货币的这个资产的剧烈波动。所以你突然间去点这个黄金可能是点燃你自己美国的金融问题的，可能是一件未必是一件好事，还可能是一件坏事哦。但是呢，川普他没有这么想，而且他现在是非常的好大喜功的。我们来看到川普甚至呢还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转发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他说武契奇对于川普的支持在选战期间远远领先其他地方，还说呢川普呢比其他的美国领导人都更受欢迎他这个务实又理性所以呢明确支持他的比率超过了75%。武契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川普竟然还特别转发，可见这个贴文真的是他的心头好马，投其所好。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了，说到好大喜功，现在川普还要做什么呢？他呢计划要带队这个参观 UFC 白宫赛事场馆，因为五角大厦正在招募数百名士兵，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川普在白宫举行的 UFC 龙斗比赛，而且要求这些参加者要自费前往你以为他是免费招待吗？没有，请自费，而且还要符合身高体重的要求。那川普就说世界上最优秀的拳击手都会来他们都说我们很想在白宫打一场那白宫呢拿这个 UFC 总裁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说这是体育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个比赛之一。好，你现在呢民不聊生还要办这个 UFC。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他的长女伊凡卡呢更了不起，她要在地中海打造一座私人岛屿。来听一下她怎么说。 I'm working on an incredible project with my husband in the Mediterranean. It's massive in scale, unbelievable, beautiful 1,400 hectare privat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Mediterranean. It's not even a business for me, despite the scale of it. We not only the island, but we have 5 miles of beachfront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 island. That's beautiful. 还要买下一座岛屿，打造一座岛屿，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了。但是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人民的生活有这么轻松吗？美国劳动局统计网站就指出了说4月的美国番茄已经飙涨至每磅80元台币，较1月每磅台币55元涨了5成好，那这个来自纽约的厨师就说了，对于越来越多的家庭而言要购买这些新鲜的蔬菜这样最基本的日常消费都变成了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的事情这两个对比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啦。这就是川普执政下面的美国写照吗？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川普去骂纳坦雅胡说你是疯了吗？这句话反倒是相较清醒的我们要请教赖教授。内塔尼亚胡看起来已经失控川普对于他的控制能力一直有问题，因为很多次大家都传出来，就是说到底是美国人是以色列的爸爸，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大家都在揣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是内塔尼亚胡听
川普的还是川普听内塔尼亚胡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应该是川普听内塔尼亚胡的。那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对黎巴嫩的攻击，而且内塔尼亚胡本身有计划要直接打到这个黎巴嫩的首都，这个也已经引起了欧盟强烈的反制，欧盟强烈的反弹。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也已经跳出来的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但是问题就是欧盟到目前为止就动嘴巴，没有做任何动作。欧盟对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这样的一种猛烈的炮火的攻击，甚至地面部队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些村庄，而且往北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他们欧盟全部的人，包括冯德莱恩等，到目前为止就动嘴皮，没有任何制裁，没有任何介入到目前为止都是做这些虚伪的事情。那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欧盟也因为他们的2套标准，对于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以色列打黎巴嫩的这个战争，那么2个标准，而且甚至美国、以色列去攻打伊朗的这种双重标准，他们完全破产了。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很讨厌听到欧洲人在讲话，欧洲人一讲就是说闭嘴吧，不要再当教师爷了，你们没有资格够了够了所以欧洲要讲人权，你就闭嘴。欧洲要讲主权，闭嘴；欧洲要讲世界说那个所谓的世界国际公法，大家都说你闭嘴，闭嘴，闭嘴，因为你们不要再讲了，大家听了很烦。好，那现在的川普也已经受不了了，因为内塔尼亚胡完全失控。当时伊朗的要求就是说，如果要解除赫尔木兹海峡，那是要完全停火。这个停火包括美国跟伊朗的停火，也包括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哈马斯跟胡塞组织所有的停火，全面性的停火，那才有可能解除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内塔尼亚胡他完全失控他继续要去轰炸，继续打。那这个情形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整个中东的情况不是在川普他原本预想完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了，这是第一部分。所以他的脏话骂得很凶，而且呢直接泄露出来，那意思也就是，而且川普还讲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原来美国介入了以色列的司法因为他说不是我的话，你早就进监牢了。那换言之，也就是如果不是川普的介入，以色列的司法法院早就应该要审判这个内塔尼亚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去审判内塔尼亚胡，因为内塔尼亚胡涉及3宗罪，第一宗就是贪腐贪污罪，第2宗就是背信，第3宗是诈欺，他有3个罪齐发。那目前来讲，以色列的法院还是没有对他进行审判，这就代表什么？以色列的法院原来也受外面的干扰，就是川普可以干扰伸手到这个以色列的司法系统，这以色列要站出来澄清以色列法院要站出来澄清你这个说的话跟事实不合我们以色列是依法审判没有说因为你美国总统，我的审判就不进行这没有这回事以色列的法院证明你的司法是绝对独立的。所以这样看起来，美国跟以色列真的是彼此互相耽误吗？但是我们来看到了，现在中国国债真的成为了投资人心头好吗？请教洪庭。我觉得其实整体来看，那中国的国债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所谓的外部的这个大家其他国际组织上面大家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我自己还是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整个中国大陆他自己对他自己经济的调控，其实目前还是走向一个未知，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其实在川习会的时候，可能一般人看的是政治的东西，我自己对一个东西还蛮好奇的，就是 FISA 准入这件事情。FISA 准入如果真的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这种我过去在讲的 payment system， 那它其实可以成功的引入很多观光客进去。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对于他自己内部的这个内需市场，那它会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还有对它的整个的货币的国际化也有它的一定程度的帮助。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看一段时间，但就是说现阶段整个全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我不相信美债，但是美债大到不能倒。可是说老实话，我觉得最近在卖美债的应该是中国，因为当国际局势越不稳定的时候，其实现有的外部的这些金融机构，特别是在整个美伊冲突开始的时候，大家后来赫然发现美债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大家赫然发现就说，好了，快要打仗了，很危险，那全世界最安全的，一看
好像还是美这样子美国好像还是美元，好像还是美债这样的一个资产，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帮助的。可是你看现在美债的这个问题慢慢开始浮现的时候，表示我认为中国大陆它在用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储量，然后来跟还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可以用美债抛售美债的方式，去试图让美国回到谈判桌，或甚至想要跟他交换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看川普现在在做这个所谓的查核黄金这件事，当然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要去了解，因为美国最近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美国有一个 CIA 的前高级官员，他在他的家里被人家搜出来说有价值300，就他价值大概4000万美金哦，12亿的金条，303条金条在家里啊。那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一阵舆论哗然。可是你想想，然后川普马上就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来查一下黄金的这部分？因为这符合川普过去上台的叙事。川普上来的趋势就告诉大家说，有一个 deep state， 有一群人，这个政府里面有一群人，连我在第一任的时候我都搞不定他们，他们会在底下偷偷摸摸恶搞。你看这个 CIA 的人家里有那么多的钱，那是不是那边的钱也被偷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川普他的民调或他的政治环境不利的时候，川普就会试图的引用他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其实查核黄金还有另外一件好事情啊。我们最常讲就是说，如果假设会计准则啦，或者是资产重估，会有一个好处就是，美国现在账上所估的价钱还是当年40-50年前所估的价。所以美国一旦重估现在他持有的黄金价格的时候，他的黄金马上会变到上兆。如果少现价。对啊，如果少了就是其次啦。我说如果没有少的情况下，那如果他资产重估了，那他可以展现两个这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告诉大家说，美债的投资人你们不要怕，虽然我们欠很多，可是你看我资产现在黄金重估了以后，我还是有底子在这里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底子的时候，他可能会为了什么？他的货币可能可以往更积极的方向去走，但是这个有点太大胆，因为这个会让通膨这个引发的更严重。所以这几个讯号，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很简单，政治上、实务上我都有好处，那我为什么不做？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对于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掌握程度，跟他这种随势趁势而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强的。不过刚刚说到了，每次这个债还不完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开战。但是现在伊朗战争看起来也是歹戏拖棚。请教孝瑋哥。对，现在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可以看得出来，像比如说刚刚赖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川普对纳坦雅胡大发雷霆因为其实美国之所以会卷进这场战争其实基本上我觉得8-9不离十是因为跟以色列纳坦雅胡关系非常大。你可以看到，其实从过去到现在，美国面对伊朗问题的时候，其实从川普第一任期来看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当时他在这个巴格达猎杀了那个当时的这个伊朗重要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领袖苏雷曼尼，然后之后引发了一阵伊朗的报复。然后呢，伊朗的报复其实基本上当时川普是把伊朗的报复给吞下去了。伊朗不但攻击了在巴格达的美军基地，然后呢，同样也把那个美军的这个海军的海神这个RQ-4C 这个非常昂贵的无人机把它打掉了。而且当时其实伊朗报复也可以算是相当精准。当时在那架无人机跟伊朗之间还有一架美军的有人的这个巡逻机就是有人操控巡逻机在中间巡逻，他选择把后面的这个无人机打掉。所以过去在我们刚刚讲到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呢，其实双方有点像高手过招然后就在空中比划这样的招式。但是到第二任期以后那个纳坦雅胡跟这个川普说，我现在有非常确切的证据情报我可以把这些这些所有的伊朗高层这个政教高层一锅端结果也真的一锅端了。其实现在变成说，川普面临到一个大问题是，他要找谁谈判都不知道，因为昨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就是伊朗的总统跟那个要向他们的这个宗教领袖要宣布辞职。那你说今天川普跟以色列谈得好好的，跟那个伊朗谈得好好的，而且正在进行的这个状况。而且刚那个老师也讲到，就是说现在伊朗的角度是要把所有中东相关战事通通要把它视为一个 package 一个包裹来处理。那结果以色列在那边3不5时的就跑去打黎巴嫩或干嘛，然后呢，那甚至还挥兵进攻黎巴嫩，想要攻占或者说是那个贝鲁特南部的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巢穴，要把他们彻底清剿。那这个对于川普来讲，我现在好不容易要把这个情势要控制下来，因为其实这个情势不控制，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这个民生都影响很大你看，第一就是油价高涨，所以在美国本土有非常多的州，它的油价甚至涨到1个加仑6块美金，那是非常离谱的这样的一个价位。那像你看说这个
个番茄也是涨了40%。像这种民生必需品如果这个价格不断的涨上去的话，对于执政者也就是川普来讲，他没有办法稳定物价，或者说没有办法引导物价向下走，然后造成人民的痛苦指数升高的话，那我跟你讲，他11月的期中选举不要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在这个时候他要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能够让以色列能够再过来，不要再继续导弹，然后能够让美国跟伊朗好好谈，把问题结束，让川普能够在7月的时候，最慢7月能够把他的整个心情转去处理国内的这个事务，然后能够赢得期中选举，这是川普的当务之急。好，真的是川普当务之急是赶快结束战争，稳定国内的情况。而我们来看到这个台湾现在呢掀起了一股黄仁风的旋风，但是黄仁风不是黄仁勋风不是只有台湾风，南韩也风。我们来看到了这个SK 集团的这个会长他1日呢，也来到台北会见黄仁勋，也出席了黄仁勋的主题演讲，要强化对 AI 基础设施的共同愿景。好，那结束了主题演讲之后呢，黄仁勋就举办了韩版的赵元宴，邀请了谁三星SK 海力士LG 集团以及现代汽车，还有斗山机器人等高层，通通带去吃台北的知名热炒店。好，不仅如此现在黄仁勋还要首次把他的综艺节目出碟献给南韩他要登上这个刘在熙，也就是韩国知名主持人的节目晒出了一张这个黄仁勋的照片，预告说这是他全球首次的电视脱口秀，真的是非常的给南韩面子但是除了这个南韩跟台湾的市场，大陆的市场黄仁勋要不要？当然要啦因为媒体就问到了说未来是不是还是想要销售到中国的时候呢，黄仁勋就说未来获准向中国市场销售晶片，辉达会尽力的服务该市场。政策允许的时候，我们准备好投入，因为中国是非常庞大的市场所以这个中国这块大饼人人都想要，黄仁勋想要，而且他还已经把手伸出去了。我们来看到黄仁勋也宣布了，辉达跟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合作，要推出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来看一下。Today we're announcing the NVIDIA Isaac GR00T, a reference humanoid robot, all fully integrated. 25 degrees of freedom on each hand, made by Sharpa. 31 degrees of freedom on the robot. 6 feet, 150 pounds. Just like me. 好，辉达跟宇树这个一起要创造的这个机器人呢，H2+，它是由宇树科技来提供人形机器人本体，然后辉达呢是负责这个人工智慧运算平台，还有机器人基础模型以及训练的模拟系统。好，那这个机器人大约是高1.8公尺，重量68公斤，拥有31个自由度。好，那辉达跟这个宇树合作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机器人科技真的是太厉害了。好，来看到这个宇树科技上海科创板 IPO 周1获准，已经集资42亿人民币了，料将成为未来潜在更广泛上市热潮的早期试金石。那么港股排队企业中，业务涉及机器人的企业达到了46家，也占了排队企业总数的10%以上。那么已经提交 IPO 申请的公司呢，也包括了乐聚机器人，还有云深处科技。好，那说到了这个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分析师也说了，这个呢是机器人的10年，而且这个10年是属于中国的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部署呢，已经明显的领先了。预计到2025年呢，将占全球工业机器人的50%，还有人形机器人的85%。好，所以黄仁勋想要跟这个中国的机器人合作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呢，这两者的合作是不是打通了这个中美科技的合作大门呢？我们来看到人民日报呢1日就发表了终身的署名文章，表示什么？说呢，中美人工智慧合作潜力巨大，可以实现共利互赢，打通技术市场、产业壁垒，释放双向赋能的创新动能。而且文章还呼吁咯，说中美在人工智慧领域应该要良性竞争不应该搞什么人工智慧铁幕人工智慧圈地所以呢，两方合作才比较好。更何况黄仁勋如果不赶快抢进这个机器人市场，恐怕中国的晶片市场就要被华为给端走了就是因为华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嘛。那黄仁勋呢也被问到说这个
华为的韬定论对华为而言是一个重大突破吗？黄仁勋怎么说？他说是重大突破不错，但是呢，对台积电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这句话呢就引发了争议哦，就有部分的观点认为是黄仁勋误读了华为技术，因为华为的这个 Logic Folding 呢，不等于传统的先进封装啊，它不是简单的晶片堆叠而已，而是更深层、更细粒度的晶片内部3维逻辑的重构。甚至有人认为黄仁勋是故意要淡化华为突破的意义。好，那说到华为到底有多厉害呢？它这个韬定律啊，甚至是能够应用在车上面。来看到了华为乾坤赤兔平台哦，这是业界第一款基于韬定律开发的数字底盘平台，能够同时实现这个 GT7 6大领域中的集中管控，把赤兔平台的确定性延时降低至1毫秒，1毫秒，这根本几乎就没有延迟了吧？好，那另外呢，华为的开发者大会也将于6月揭示全新的 Harmony OS 版本啊，重点就是要强化这个 AI 的能力。所以华为的崛起，黄仁勋真的能够老神在吗？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他在日韩掀起的旋风，确实啦，是让这个台湾股市大涨。好，我们请教赖教授。其实黄仁勋他一直有风险意识，也一直抱持的危机感啊，所以他很努力。他希望在目前的 AI 潮里面，他尽量去抢占市场。我觉得这个方式都是正确的啊。那他当然的讲话中就有很多战略策略的目的了，不见得跟事实是吻合的，是有策略的目的。但是呢，他的布局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也有战略也有策略。为什么？黄仁勋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英伟达，也就是辉达啊，它本身是设计，可是它没有硬体生产制造能力。那它的硬体生产制造能力，它目前来讲比较仰赖的就是我们台湾台积电，可是它不能够只依赖台积电，或者也只依赖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厂，因为它必须要学习像苹果一样，不能够在过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手机的代工厂都只放在中国大陆，它也去寻找印度做一个平衡。那这样的话，第一个会增加它的谈判的筹码，第二个呢，然后一旦哪一边有风险，他可以分担风险，所以很明显的，黄仁勋他看到了台湾的代工能力，可是他同时也看到了韩国的代工能力，所以他目前来讲，下一站就到韩国的时候，他极尽要贴韩国的地气啊，要让韩国人开心，让韩国人满意，所以他很接地气的要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表演，有很多的作秀，那也就是希望韩国也承接他的代工。可是这样子一做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台积电、对我们的半导体厂来说的话，那就变成你的溢价空间就减弱了因为黄仁勋如果多重点放在韩国，就把韩国的养大了，对台湾就不利了。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就要看台湾是怎么处理了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已经对黄仁勋够好的，台北最精华的地段都给他了。台湾缺电缺得一塌糊涂，那还是要满足他所需要的电。然后呢，他也很明显的在台湾得到了不少的政策上、实质上的好处。但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看到，他要培养韩国成为跟台湾的最大的竞争者。韩国一向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竞争者，而且不要忘了，韩国人搞台湾搞的可是绝对是不遗余力的。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台湾要提醒，要谨慎，未来要怎么做，要想清楚。好，但是我们还是期待这个黄仁勋能够让台湾走出去。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韩版的赵元业也在台北登场，真的非常有趣，请教议员。其实韩国跟台湾就是这一波整个以资料中心为主，还有战争为主，然后这样子整体的因为制造能力而拉升的资本市场最明显的2个代表。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黄仁勋在思考些什么？其实黄仁勋在思考的是长期以来他曾经跟川普讨论过的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生态系好，还是你要让中国大陆去发展它自己独立的生态系？如果它发展它的独立生态系，它超过了我们，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黄仁勋，你看他所做的动作是两手策略。第一手就是说我一样跟所谓的中国大陆的生态系做合作，然后我可能会创造出一个这个所谓中版的这个模式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把可能大家所认为制造能力比较强的所谓的民主阵营的制造能力比较强的中国、日本、韩国，就台湾、日本、韩国拉起来，然后我可能在这边我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上面这样的一个垄断。那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很简单，就是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拥有不可取代的消费能力，他那个浪费钱的那个能力实在太强。我就跟你讲，美国的人口才占全世界多少？才占不到5%，就差不多5%啦。但他的消费力占28%啊，这是什么奇怪的，对不对？然后呢，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1/4不到了，大概20% 左右，4到1/5左右，但他的消费力只占8%。所以中国的问题在但中国有什么？中国有全世界不可取代的制造能力啊，所以这两边都是大家没有办法做的。所以身为一个商人，大家最想讲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很多商人都讲一件事，就不要变好不好？因为过去在全球化的体系里面，大家都已经自动的创造出一个东西，西方世界美国你们就是最好的消费市场，然后所以你们的研发、你们的软体可能比较强，然后应用场景也比较多。但是呢，我中国就是世界的工厂，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制造能力这样子。那现在你硬要从中间这样一刀切下去的时候，两个彼此之间的阵营都会有阵痛期。那商人、工厂、产业、企业都面临选边站的问题，这是他们最不想要。所以黄仁勋现在做的事就是双边避险嘛。对，也就是我整个都来避险，我把制造先抓在手上，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强，我要把制造力来牢牢的抓在手上，因为未来的10年也是制造力决胜负的10年啊。所以黄仁勋真的才是厉害的商人呐，那川普可能就要学着点了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黄仁勋说华为的套定律不是威胁，这个是真心话还是想要淡化？我们请教孝瑋哥。好，其实现在那个华为这个套定律啊，它这个推出这个方式啊，基本上是把这种整个晶片的这个制程算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因为过去用那个光刻机处理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平面嘛。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晶片越做越小，这个那个10奈米、5奈米、1奈米这样越做越小。但其实就是说还是要看它上面的那种电晶那个这个就刻上去的这些电晶体的这个规划这样的模式。那套定律是把过去一个平板式的这样一个那个电晶体以及各种的这个电源键在里面这个做排列之后呢，它把它做个立体的堆叠。因为你立体的堆叠之后，你这个电在里面走经过预算，它就可以从原本的平面变成一个立体这样一个形状的这样运作。那当然，黄仁勋他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台积电大概10年前也就已经有类似的这样的技术。到底是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华为在这个西方的晶片的这样一个围堵之下，他们自己走上了这条路，这其实是他自己那个技术的开发与突破，这也是事实。那但对我们那个西方的这个或者说台积电这样的晶片来讲，那当然从这个黄仁勋的角度来看，因为黄仁勋在海外寻求这样一个晶片代工，台积电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当然他看到了这个华为的这个套定律的这样一个技术，他就会去评估这个套定律的这个技术难度到底在哪里，那或者说它是否成熟。因为其实你这个定律提出到你真正能够做出够稳定而且数量够多的这个晶片，还是要蛮长这样的时间才有办法。所以呢，如果说当这个